啊，这个 straight bike， 踩弯，有换挡的声音，模拟的哦，这个 exhaust 也是会有声音啊。不晓得在外面听到的声音会不会好像DCT这样的换牙？很难讲哦。我听过它走不了这样换牙这样快，我没有听过。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专病，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览试驾系列啦。在我这个频道好像拍了很多次 CTGN， 有原装的，有 hatchback 的，有改装过的 remap 的等等都有啦。这一辆呢就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算是嘛全马第一辆 remap 过的 Honda City RS。我就很好奇啊，我想要来看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是怎么样去 remap 啊，怎么去做改装的。我相信大家也好奇嘛，希望大家如果今天看到这个影片呢，有驾 City RS 的朋友，或者你也是驾 City RS 的朋友呢，都可以去看看一下车主到底改了什么啦。车主呢就比较害羞，他不愿意上镜。本期视频呢是非常感谢的 Atlas 让我试驾他的这辆车的。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好，话不多说，我们去看看帅帅的 City RS，Let's go。OK， 好了，我们来访问一下 Mr. Atlas 啊。这辆车是出了多久啊？差不多2年吧。哦，2021年出的。哇，这么快，这辆车已经是2年了的哈。你都把这辆车驾下去这个Sepang去路过了的哦。那你是大概做多少成绩啊？这辆车初步现在大概是3分13秒左右吧。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车改装了什么啦。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外观方面呢，就加了一些 skirt 啊。这个是 carbon fiber 还是 wrap 哦？这个carbon 泰国的Akana carbon。这个那时候我进的时候1600左右吧，因为我是自己从泰国认识的人，要求他们帮我拿进来的。看了这个车的高度，已经知道了改过了这个 adjustable 了，大概剩下2根手指不到哈。它是用这 BCBR 的脚牙避震啊，但是没有 pillow ball， 没有那个波及 top tank 的，换上了一个16寸的这个轮圈啊，来自于 Rexer 的 RP10X。可是呢，我就很好奇车主你怎么买到这个颜色？这个就很难哈，因为通常呢，这个都是在卖这个 gunmetal 的颜色啦，然后就是白色也很难找，听说白色是 limited 的，但是最近的一批货是没有来到白色的啦，所以这个颜色也是蛮难找的啊。16寸，配套轮胎是205/45R16的 Yokohama AD09 的轮胎 ，Brembo F50的刹车卡钳啊，然后就是刹车通风碟，哇哦 ，Street Bike Man。至于后面的方面呢，大概调高于2根手指再多一点，然后也是一样205/45R16的一个 AD09 的轮胎，后面有刹车卡钳哦，只有 Hybrid 才有啊，尾翼还有一些套件，比如说这一块的 plastic， 然后还有这个 side skirt 这样子。哎，我看到你的排气管那个 exhaust 也是换过了哦。对，整套 full set 从黑的到下面。这个的话，其实它对 engine 的 horsepower 它有影响，因为 cat 我已经换成high flow cat， 所以它的气会比较顺，所以那个马力来的也比较顺 ，engine response 也是比较好。然后我的 piping 也是增加了大概0.1寸，就是从原装的1.6寸变成1.7寸这样子，所以就比较顺。然后后尾这个马夫的就换成了那个泰国的 JTC Titanium 的，算是一个 straightforward for auto 了吧，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design 是 for
我 back pressure 了，所以换了过后马力表现有比较好，然后它的反应也比较好。那我就不介绍这辆车的 walk around 太多，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期的视频啊，你们可以去看看。我有驾过这一款长尾版的 City RS， 我之前有驾过原装的啦哈。锁了的 ，OK， 那看一下内饰哈，里面就2张椅子换过 Recaro 的 seat， 然后它就换上了这个 4 point 的这个 seat belt， 所以你看后面会绑着啦，如果要载人的时候可以随便拆啦。当然原装的这个安全带还是会有的，在这里。这张座椅呢虽然是 copy 的啦，这个是 SR7， 哦，这是 SR7 KK， 比较大张一点的感觉哦。人家看到这辆车有换挡拨片呢，我第一次接触这辆车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怎么可能会有换挡了？原来它就是那种下坡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电能回收，我们可以来做个调整加跟减啊。下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回放油门的时候会用得到。Start。OK， 这个挡挂也换了哦，换了一个按下去才能换挡啊，像美诺的感觉。所以车主换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可以抓一抓，好像一个美诺这样啊，抓一抓。气氛灯啊，这些3D 表啊，来自于 Works Engineering 的 Oil Press、Oil Temp 还有 Water Temp。所以这辆车是没有水温表的，可是现在可以看了，还有这个油温。这辆车你有加 Oil Cooler 吗？没有，反正这边有在看 RPM 哦。打开引擎盖看一下。这里很明显就有分为引擎还有电动马达的。单这副引擎1.5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呢，它可以产生的98匹马力呢，还有127个牛顿米。那如果是2个一起运作的话呢，它可以最高产生着127匹马力，还有253个牛顿米 of torque。所以这辆车前面加了一个 front strut bar， 还有一个 rear anti roll bar， 下面也是有，下面还有一个 front anti roll bar 都有。你是怎么做 remap 的那个？这个引擎的 remap 其实也不算一个 fully remap 吧，算是比较minor 的 tuning， 就是我的 air fuel ratio 调过，然后它的 throttle body response rate 调过了，大概就这几样东西而已。Speed cut 不能 remove， 因为它的 mapping 是在那个 electric motor 里面的 mapping。你真的觉得还有力掉吗？有，尤其是它比那个engine 还有 electric motor 它们transition的时候，它们变化不一样的时候呢，它的 engine 进来的速度会快很多。那如果是 intake 那方面呢，是有的做任何的改装吗？暂时是没有，因为现在 drop-in filter 大马还有泰国都找不到有厂家做，那些 BMC 或者是 K&N 都没有做这款的 air filter。如果是说那种 open port airbox 的话，也是比较难，因为那个 engine compartment 的 size 它比较小，很难去有位置去做这样的那个intake， 所以就改装比较难了一点啊。对，比较难，除非有人肯花这笔钱去 custom 咯。这个 electric motor 方面呢，可以不可以做 remap？ 可以，不过 tuner 有数据讲，这个大概可以上大概多10匹马力，其实也蛮多的，可是风险蛮大，因为没有人 remap 过，也不知道那个电池还有它的电机会怎么表现，所以就没有去动它。这辆车有4 point， 所以每次上车下车比较麻烦一点，但是 OMP 原装的啦，这个是原装货 man。OK， 我们去试驾 ，Let's go。Compressor off， 开风，我们就这样子上。哎呀，要打 D 哦，不是 B 哦 ，B for 下山。对。哦，看现在起步是start engine 了。这种车很炫的，很神奇，知道吗？因为它不像 Tesla 是 full electric 全电动，所以我现在是又有引擎又有这个电动机，所以就有一点奇怪的感觉。有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meter 上面咯，现在看仪表上面它到底是现在走的是现在是电池跟引擎供力给那个轮嘛，所以很容易理解啦这个。OK， 然后现在呢，这辆车可以产生120多匹马力啊。其实你有跑过 dyno 吗？有。OK， 所以你的数据是大概 on road 多少匹？其实也很难带动，因为那个 battery 那个 electro motor 它一直 interfere， 所以大概estimate 的那个数据是现在总共combine 的马力是136，然后扭力去到269左右。哦，269也 OK 了。不过这个也不是蛮准确，因为毕竟 dyno 这辆车很麻烦。对，它不能好像我们的普通车可以锁到一个牙楼，那个 engine 会失火嘛。对，它会锁着 RPM， 这辆车锁不到 RPM， 所以就不准确的数据。不过大概就这样子。RPM 看那边咯。看那边哪里这样？换挡的声音哦。对。会 simulate 给你那种感觉，还存留着一丝丝的热血。虽然我没有人用 pedal shift 没有用，但是 regeneration， 然后我就不用踩 brake， 踩一点油门过，
哇，有 AD09就是不一样啊，少推头。而这辆车就很明显感觉屁股有点重，对，好像在载人的感觉，因为有电池。啊，我老，有这种轮胎、这种底盘又不卡fender的，其实最好驾的就是这样，不卡fender的，然后胎压次低，是不是？先调好那个 regeneration 放，踩一点 brake， 这样。So good。AD09不会让你失望。一个 RS4， 一个 AD09，连 drive 又可以，上山玩又可以，下 track 又可以，都可以。所以你下 track 也是用这套轮胎，对，这套轮胎用到现在，很耐用一下啊，不会蛮耐的。其实我用了，我其实在5月的时候换，过后有大概每一个月有大概2、3次的跑山左右，然后一轮 track， 现在都还有剩大概50-60%。哦，不错。有一点半熔胎的感觉，虽然还没有真正到那种半熔胎的 level 啊。就这辆车就是 pedal shift， 在换挡方面我按减3次，还有3个三角形，然后它就有那种电能回收啊，所以我不需要踩很多刹车。好的。哇，关卡就是。我听到外面声了。在这种有路的地方，它会回音比较明显。是的，我听到回音。它的动力可能是在100 km/h 以下那段时间。对，那段时间可以。通常120过后就有一点辛苦了，有一点喘气。对，毕竟 stock filter 这些还是原装的，都会limit你的那个 performance 吧？对。先调整3个 step 下山，现在是用笔比较好吧？对，笔比较好。笔踩回油没有什么 response 哦，对，它会减少 response。因为它增加了 engine 的 braking， 所以它就那个 response 会减少。哇，然后这样子吓到我一下，他是太靠近你，他想自恋，他想自恋。不过真的配上这个轮胎绝，真的绝。很咬地的感觉，虽然那个车没有很硬啊，没有调到很硬，但是它轮胎有，它刺着，我刺着的感觉一级棒。所以有时候哦，像这种改装车嘞，你有好的避震器哦，你就算有 adjustable， 但是你没有一个好的轮胎哦，就过弯线差很远了。对，差很远了，过弯的速度就知道很明显了。他们在哪？等一下他们先。对，因为这边的路也是很烂的这边，很累啊，有很多沙在这边，你看。对，那个他们做construction，听讲要做多，不是这边，是这边没？不是这边，那里上面的，绕我包那边了。哦，绕我包那边了。确定？昨天才的news，要多，现在上来要多3块了。以前的云顶啊，不要讲什么啦 ，free parking， 对，没有这样多condo。真的是很山路啊，山路啊，现在变到这样了，这样子啊，车又多了。我坐在云顶上面啊，没有的 free parking 算了，连一半价都没有，还是要给，租一个2晚40块的那个 parking 钱没有了，40多块啊，哇，好贵啊！然后我现在又要给多钱，什么鬼？是，什么都要钱的，现在哎。希望我不要被云顶骗。虽然我没有进赌场啊，那骗了我也不用进啊，没有进，我也是没有进。然后最近这个 second stage 这个高这边，它 block 很多车，那种
像 STI 这种啊，或者是以波它这样的油灯，现在还有没？还有，我上2个礼拜，大概3个月这样子，我朋友也是有来，我的朋友来说是礼拜天啊，礼拜啊，通常是礼拜天。啊，礼拜天，他不跟你说，我的车 OK 啊，还是那种普通的车 OK。如果你是像起来那种 Project Car EK 这些啊，不行，他一定撞你。哎，谁的车这样大声？大声。啊，这里就没有啊，没有，现在没有。礼拜他们会站在那边的了。Regeneration。ECT man，有一点点像啊，对啊。我的油门没有踩很多，我一放油啊，就好像进牙的感觉，很快一下哦，对，给到一个错觉啊，给了一个错觉。No traffic。So far 我都觉得它的 adjustable 配那个轮胎很棒哎，这个感觉。我其实本身没有很喜欢那个层硬，这样有一点带风的，我就比较喜欢。比较喜欢。因为太硬有时候会很不舒服哦，我家那种山路太陡太，而且又有内力。我觉得 body roll 是应该要有一点的。这样你会知道那个车已经 limit 在哪里，它一定很危险的。哦，太危险，它要崩就是崩了，崩了就你已经不知道，没有那种预感，来不到那种 feedback。后面的 X50原装的，你知道吗？原装啊，原装的 Atlas 胎呀，你也叫 Atlas 胎，我也是 Atlas。希望这边是看一下动力哦，这是一个斜坡，加油，6000 RPM， 干它！其实都不是真实的，是吧？算是真实的，我也不懂，算是到底是算是真实的，因为在 Dyno 也是看到这样的数据。哦，就那个转速哈，对，转速，可是它的 red line 在6500啊，所以也去不了多少。他突然间卡过来的那个人，他完全没有把我白眼。其实 Vellfire 更需要在上山的时候拿这个 line， 因为他们的 body roll 太大了。是啊，如果跟着 line 的话，这乘客会晕掉哎，像巴士一样啊。忘了，摇来摇去，那个人会晕车，给你搞到。这个白鸭就是没有什么叫啊，很少叫啊，叫是很严重啊。对，其实叫也 OK 的，这些棒哦，它叫也没有问题耶。它还是很咬地。不过太热它就会 slide 了，它滑。哦，是咯。啊，好像大概50多度，它就开始有点滑，40多度是最完美的时候。因为有些轮胎是它还没有到一个温度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一过热的时候啊，去完了。其实所以要看手棒耐不耐过3圈以上啊的轮胎。这个 OK 啦，我相信这个 OK。是 OK， 如果是太冷哦，它也不行。这个来啊，我那时候第1、2圈就是太冷，一下子没有看到温度，跑出去，跑回来，然后那个 brake 也是不够热，因为我都是在踹它里面了，我一直在50米才 brake，late braking， 50米哈，late braking， 过后热了过后可以，这个 brake pad 没有问题。可是你这个刹车是真的不错，有波波一点点就那个敏感度来了。对，有 steel brake 那些了啊。有 steel brake 有 HL 的。哇，那个一到中段加速的时候 ，X50就来了。它的是 MPI 而已哦，它不是那个 flagship。不是 flagship MPI。对啊 ，MPI 就大概150匹。对，200多个档啊，那个 on paper 来讲。啊，也对。而且technically来讲，它的车重跟我接近。
我的车很重，官方数据类似1.3吨，是吧？差不多1300公斤，是超过1300。现在我减一点都不会少过1200。spare tire 拿掉，还没有 spare tire， 没有 spare tire 这辆车没有啊。对，所以重量成为了这辆车最大的问题在那边。对，它就平平无奇，比人家重多200 kg，输就输在那边了。动力是有的，把那个重量就在那边。这辆车好过我昨天驾的 X50，一直卡粉的，它太低了。对，它的车塞不进一根手指，然后变成一过弯就咔。车主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去吧，然后关了。然后 daily drive 也是这样。我的17寸就会之前，过后换来16寸的时候，我觉得 daily 然后 practical 一点，还是高一点点啦，影响也不大，也不会一直挂底，所以就 OK 了。所以我们这辆车呢有一个优势是它比它 respond 快 ，X50 respond 很慢。对，油门 respond 跟那个电视箱的 respond。对，所以但是它一到中段加速，它的动力就来了，也是比我们快很多。这很快。然后这辆车比1.5公升的话呢，真的是尾力还是汽油版比较快的，肯定了。可是这种 respond， 然后我一过一个弯，我加速的时候，那个 respond 就是它快，它instant来了。对，它instant来。在市区驾驶很爽啊，这辆车。而且我这么改还是省油，还是省油，是真的还是省油。你一桶油可以走多少公里？我现在改了，平均如果我是说我那个礼拜有跑山来讲的话，600不会少过，很少会少过600。我的电不到100度，可是 oil temp 已经120了。对，很 normal 的一个 NA 的120度，正常。不过我的油可以打鼾，因为我换030。所以会 respond 会差一点点，差20。我有 feel 到了，就比W20来讲会差一点。不过它的耐热会好很多，我就不怕尽情的踩。而且这个它的 gearbox 不是 CVT， 很耐踩，就是没有档，没有一个牙，它的那个牙是还有一个 single clutch 是在它高速的时候，可能走 highway 它才切换到那个 gearbox。对，我们这种踩它是不走 gear 的。什么叫 eCVT 啊 ？eCVT， 不过它根本不是 CVT， 它的设计是类似 AT， 全部是 gear 来的。所以它就是跟 Camry Hybrid 走着一样的，叫 eCVT。对。所以只要固定的照顾它的油，任你踩没问题，不用怕什么 CVT 坏啊 ，CVT 爆没问题。这个比1.5公升的优势就是 CVT， 不用怕 CVT， 不用怕。respond 好 ，respond 好。只是说驾驶乐趣就这个有另外一种感觉嘞，就是因为我每次在过弯之前，以前的我呢就是会降档。然后就踩 brake， 这辆车也是一样动作，可是它不是降档，它是加那个 regeneration， 给它刺一点，所以我不用那个 brake 不用踩2升，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现在踩，但是还是要靠一点 brake 啦，它不像 Tesla 这样够力啊。Tesla 那个不能讲，比较刺一点。那其实这辆车跟 X50还有一个分别啊，就是它过磅不用踩 brake 的，你看。是我车身够高，这两要会挂我的底的这个。这个真的不能，这个对中间会挂到啊，这样子。会，可是它只是挂到它的 cover 罢了啊，因为它的 cover 设计，其实我也不明白engineer做这样的设计，它是会向下，它是一个盒子在下面，它不是平的，它就一个向下一个盒子，再来平的，所以就会挂到。然后如果是过磅太快的话，会中我的刀拍那边。这辆车的主角还是一个电动马达，然后呢变成了引擎是一个配角。我之前在我的 City RS 的 review 有讲过了啊，所以以前的 Hybrid 是主力为引擎，然后助力为这个电动马达，但是这个是相反的。可是呢，就是刚刚我一路上山也很明显看到它就是在引擎在运作。除了现在你看到它一直在charging啦，就是在用 BE mode 加上，很快就冲到差不多满的感觉。对，我不能不说 Honda 它的 Hybrid 科技是真的好，它的 charging speed 真的是超快。动力来讲，就刚刚我说的咯，中段加速就可能高速的时候会比较差一点点，差过1.5这个 NA 的就没有得换挡咯。可是就是过弯之后的那个油门反应啊很快，低速加速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良好的，方向盘都 OK 啦，它不是特别的敏感，可是它很精准哦。有一个
battery 在后面。过弯的话呢，后面的摩托车感觉到会比较踏实一点。是的，你过弯会有一点小负担啊，但是就感觉到这辆车会比较稳了一点啦，比较偏回头啊还是一样，可是有了这个轮胎就不用担心太多，还是很不错的。哇，我现在莫名听到有那个叫什么 battery regeneration 的声音啊。对，还弄有一点清香那种声音。不知道开着 EcoMode 33会怎样，没有力啊，什么感觉？非常感谢 Atlas，谢谢你。现在是走的引擎吗？没有啊，没有，它是在 EV，它是 EV，总之看到 EV 就是了。off 了咯，做一期视频给你们看 CT-RS EHEV Remap 之后的感想是怎么样，就感觉到会有力少少啦，没有讲特别像 Turbo 这样子，毕竟还是一个 NA 啦。电动马达如果能够再做调整的话，会更加有力啊。电动马达还是主要的这个原因。本期的视频就到这啦，如果有开 CD 的朋友 share 给你们朋友看 ，RS 都可以 Remap 的，可以 follow 车主的 IG 啦。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Goodbye。